队长，发现嫌疑人车辆，抓住他！通知指挥中心。好。指挥中心吗？我们在迎宾路发现嫌疑人车辆，请求警力支援。铁叔，打懂了。把他们引上桥。好。要抓他！我已经上桥了。我知道了。被撞的是铁荣光，打电话，叫救护车。怎么了？铁荣光出车祸了，在什么地方？伤势怎么样？环城路上，先送到医院救治了。我们刚找你查廖昌平的账，你转头就准备跑路，怕什么呀？我没有怕。这张借款单，借款人是廖昌平，同意签字的是铁荣光，金额500。廖昌平被抓，检察院又来调查，我是怕你们总来找我，所以我想出去躲躲。我们看看账本，你有什么可怕的？这张借款单上借款的事由，为什么是空白的？不能写。不能写，那能说吗？是刘明翰的业务费。业务费？其实也不算是业务费，是贿赂款。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是财务总监呀。我们去江东集团找你，查廖昌平的账，你说全都没了。是没有了。怎么没的？龙山大桥出事以后，廖昌平来找过我，拿走了他所有签过的往来单据。董事长，这么晚还有公事啊？小铁总，董事长，鲁明在机场被抓了。
马上通知邓凯文。是。等等，你找邓凯文干什么？邓凯文是我们公司的法律顾问，公司出事了，他不得出来解决吗？你为什么要找他呀？我告诉你啊，有些事儿别拖我朋友下水，知道吗？不是，田丽，我在你心中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吗？啊？照顾好他。上护士站给他摇床被来啊！好的。去吧。这个存储卡你是什么时候留下的？龙山大桥，账目见不得人，我是担心日后集团内部财务审核的时候会有纰漏，所以我就私自留存了一份。为什么不交给我们？江东集团在江东市里影响很大，廖昌平被抓了这么久，一直也没有消息。你们的调查让我很紧张，我是担心，万一我说错什么话，连身家性命都有危险。说错了话？说错了什么话？对廖昌平不利的话，会有什么危险？廖昌平能量很大的，我怕你们一调查我，我就会被别人盯上，所以我就决定带东西一走了之。廖昌平找你做他的私人账目，铁荣光知道吗？是单走的账，应该不知道吧？那你为什么不去汇报？我说好处了。为什么这张借款单是铁荣光签的字？这么说，这老廖跟这个鲁明早就有勾结了。一开始我们也没想明白鲁明为什么要销毁廖昌平的账，他这么一逃，反倒是清楚了。你们赶紧对公司做一次内部清理，查一查财务情况和法务情况，同时对廖昌平和鲁明起诉。廖昌平现在还在审查起诉阶段，即使我们现在对他提出诉讼，也要等检察院的案子审完了之后，法院才会立案。老廖那500万不是全额退回了吗？这案子为什么现在还没有进展呢？检察院之所以一直没有动作，可能是觉得还有其他的罪名要一并起诉。这个老廖，董事长，您跟廖昌平是这么多年搭档，在起诉之前，您要不要让我见见他，把很多问题先理清楚？他干的这几件事都是大事，还是交给法律吧。还有一件事儿，不知道该不该说。说，是关于马月月故意杀人案。廖昌平是马月月的委托人，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我拒绝董事长请我做廖昌平商业受贿案辩护人的原因。我们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逃逸车辆，并在附近的地下停车场查到了嫌疑人盗窃车辆的记录，锁定了车牌号。晚上9点35分，目标出现在环城公路上。在抓捕过程当中，嫌疑人掉头逆行，撞上了铁荣光的座驾，之后跳海，下落不明。我和犯罪嫌疑人交过手，碰过面。这个人反侦查能力和作案手法都是一流的，
现场几乎不留任何痕迹，这次露这么大的破绽，我感觉好像是故意要把我引到车祸现场，不像是意外，这是蓄意车祸。我这边的情况是我们去了江东集团查廖昌平的账和飞镖钢材底单，不久之后，江东集团财务总监鲁明潜逃。从他交代的内容来看，他也是担心廖昌平案再度审理会波及他。到现在为止，廖昌平的作案过程基本得到了还原。龙山大桥是由江东集团投资建设，廖昌平因为收受贿赂，把这一段的标的通过廖波透露给了昊天箭头，昊天箭头私自更改工程结构，私吞钱款，马月月、杨天分赃不均，发生凶案。有人为了不使龙山大桥坍塌而败露，不惜混淆案件事件，最终马月月被杀害。廖昌平、鲁明、刘明翰、马月月、杨天这5个人看似是金钱关系，但我感觉这背后一定有我们还没有查到的其他原因。我做个大胆的推测，这幕后的主控人会不会是廖昌平？可是廖昌平为什么要杀铁荣光呢？如果他的商业受贿罪定性，他一定要受刑。这个时候杀铁荣光，不就等于给自己多加了一个罪责吗？如果铁荣光死了，杀死铁荣光和马月的人又没有归案，廖昌平在江东集团的底账也没有人查，那么在龙山大桥重大安全事故的判刑中，廖昌平就可以一罪从无啊。而那500万贿赂款，全额退回，量刑从轻。这么看，铤而走险，杀死铁荣光，不是不可行。廖昌平是江东集团的副总，跟铁荣光是10几年的朋友，他们一起搭班子，搞建设，一起起来的。他这么做可信吗？方姐，我觉得案件最大的突破口还是廖昌平。如果不能突破廖昌平，龙山大桥坍塌无法定性，马月月、杨天案没有抓手，所以我建议再次提审廖昌平，同时起诉廖昌平。起诉？有把握吗？没把握。田忌赛马，就算我败一局，我也想探探他们的底。可以试试。铁荣光出车祸了，还好，人没事儿。鲁明被抓了，刑警队也锁定了劫杀马月的人。你们抓住了刘明翰和鲁明，掌握了我账面上的证据。可马月的事情与我无关，我可提醒你们，不要欲加之罪。你放心，法律讲究公平公正。现在我们抓了鲁明、刘明翰，我相信他们跟你还做不到攻守同盟吧。所以请廖副总准备好自证材料，我们尽快会开庭审理你的案子。不是冥想吗？陈董事长，
坍塌事件，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停止步。后退。各位观众，我们现在位于江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为您做现场播报。龙山大桥事件的涉案者，江东集团常务副总廖昌平先生，作为第一责任人将被开庭审理。江东集团董事长铁荣光先生也将出庭作证。更多的消息，请大家继续关注江东电视台庭审直播。谢谢大家。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江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公开开庭审理江东市人民检察院起诉廖昌平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案，现在开庭审理。刘明翰，到。证人坐。公诉人可以向证人发问了。证人刘明翰，请问你现在是什么状态？我现在被逮捕了。为什么被捕？因为我拿了昊天建投的500万。是什么人给你的？昊天建投总经理杨天。为什么要给你这笔钱？因为马月和杨天想修改施工方案。我是江东市新源监理有限公司项目部经理，这事儿需要经过我同意才行。马月月、杨天为什么要修改施工图？可以节省8000万。还有什么人知道他们给你送钱这件事儿？江东集团副董事长廖昌平。你为什么这么肯定？马月和杨天都已经告诉我了。证人退庭，请公诉人继续举证。审判长，公诉人申请证人鲁明到庭作证。传证人鲁明到庭。证人鲁明，请问你是什么身份？江东集团财务总监。你被抓获时，公安机关在你身上起获了什么物品吗？一个存储卡。存储卡里面是什么内容？是江东集团将刚才卖给昊天建投的所有交易记录。证人鲁明，你看一下屏幕。对，就是这些。这些价格是刚才正常市场价格吗？不是，要比正常的市场价格低得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批钢材是不合格的积压材料。害人吧这！肃静。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是谁？刘明翰。
搬不到江东集团，让你做的事情要做得跟真的一样，清楚了吗？明白。放心吧，你的家人我会好好照顾。谢谢董事长。廖长平，沈班长，我的问题问完了。辩护人，有什么问题要问证人的吗？有。证人鲁明，这存储卡里的资料跟表格是谁制作的？是我。怎么制作的？每一次交易后，我都会把信息梳理制作出来。有没有交易的原始单据？没有。大乔出事后，廖长平拿走了所有的原始单据。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在没有原始单据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缺乏客观的材料，去验证这份表格的真实性？是。好的，审判长，辩护人申请向法庭出示一些原始单据，请准许。审判长，现在控方举证阶段，辩护人如果有证据，可以等公诉人举证后再出示。审判长，辩护人知道现在不是辩方举证时间，但是控方证人在这里，而原始单据对于本案又如此重要，我希望在这一个阶段让证人看一看材料，一方面是记忆唤醒的手段，另一方面可以有效解决争论焦点，提高庭审效率。辩护人在辩方举证阶段将不再出示这些证据，请审判长准许。辩护方可以出示。大家请看，第一份财务数据是证人鲁明制作的交易清单，第二份是廖昌平从鲁明那儿拿走的原始单据，价格信息差异非常大。证人鲁明，你对此怎么解释？你的这些信息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原始单据，我估计真实的原始单据早已经被廖昌平烧掉了。这个单据的真实性是可以鉴定的。虽然这些单据都是假的，可是上面的印章全是真的。原始单据上还有董事长的签名，也是假的，都是我签的，这也是廖昌平安排的。证人鲁明退庭。审判长，公诉人申请铁荣光出庭。铁荣光先生，这里呢有几张江东集团和昊天箭头的交易单据，您需要辨认一下。请问字条上您的签名是怎么回事？伪造的。肃静。能解释一下吗？2010年，我在美国出差，根本不可能签这个字。过去这么久了，您能确定您完全没有记错？我秘书那里头有我订机票的单子，还有我日程安排表。那为什么对这个日子记得这么清楚？那个5一国际劳动节，我是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度过的，在凯撒我赢了点钱，所以我记得很清楚。龙山大桥项目江东集团的总负责人是谁？廖昌平。审判长，这件案子涉及到江东集团的声誉，也涉及到我个人的信誉。我有几个问题可以向被告人发问吗？可以提问。老廖，
当初建龙山大桥的时候，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谁？是我。把这个项目给了昊天箭头，你向我汇报过吗？没有。大桥建成了吗？建成了。是我定的吗？不是。后来更改大桥的方案，你向我汇报过吗？没有。那究竟是怎么回事？更改施工方案，那是需要新源监理公司、江东集团和昊天箭头共同同意的，而江东集团这边是我同意的。老廖，咱们俩共事这么多年，我对你是了解的。区区500万就把你拉下水了？龙山大桥钢架结构无法承受长时间的高温炙烤，已经开始垮塌了。这事闹得太大了，太大了。这官面上的文章还是要做的。没那么简单。我是担心按下葫芦就起了瓢。龙山大桥，我是第一责任人。我来扛吧。家里的事情交给大哥了。是啊，我做过的事情，我就要承担。刚才铁荣光说，区区500万就把我拉下水了。你错了，不是500万。刘明翰修改结构图，说是省了8000万，实际上是1个亿。我当时的想法是，等我做完了龙山大桥这笔生意，就把持有的江东集团股份套现，加上这笔钱，我就有足够的资金自立门户。那样的话，我再也不用寄人篱下，看你的脸色了。可没想到，我为了赚钱进了监狱。今天，我面对庄严的法庭，我恳请检察官、审判长能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让我改过自新。在此，廖昌平，感谢。公诉人，检察机关对龙山大桥所使用的钢材是否进行了鉴定？还没有。因为对龙山大桥主体钢材取样可能会对龙山大桥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坏。现在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正在研究取样方案。知道了。本次庭审暂时到此。媒体朋友们，佳慧因为身体原因，今天不方便接受任何采访，大家请让一下，不好意思啊，都让一下，都让一下。齐总，放心。我身体不适，请大家原谅，我就不站起来了。关于龙山大桥一案，案情现已明晰，但是我作为江东集团的法人代表，我是有责任的。我非常痛心，在这里我要对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说声对不起了。不过还有一条好消息，我要跟大家再重申一次。当初建龙山大桥的时候，是一个利民的工程，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是没有想到的。现在呢，龙山大桥因为爆炸已经成了危桥。为了广大市民的安全，相关部门决定炸毁龙山大桥，重建新桥。龙山大桥垮塌的责任
江东集团难辞其咎，这责任我来扛，所有损失我来承担。这是我们的承诺书，100年大计，安全为本。我再重申一下，工程安全责无旁贷。各位，大桥的重建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我希望各大媒体朋友共同监督，将新大桥建成一座安全、便捷的标杆工程。这么黑能拍清楚吗？小点声。装，继续装。走。老板，好像是记者。愣着干什么？是。欢迎归来。你怎么在这儿？那个小双意外受伤。小双受伤？啊，没事没事，就是摔到鱼缸上了。哎，你干嘛来了？哎呀，子瑶出车祸了。子瑶车祸？应该没大事。小童打电话说把腿给撞了，幸亏戴着头盔，不知道出多大事儿。你赶紧去看看，别着急别着急，回头我去看看子瑶去，好吧？那我先去看子瑶，快去吧。然后回头我去看看小双啊。好，我先走。嗯。没整明白，叶子瑶到底发现什么了？他为什么要替铁力隐瞒啊？8、9不离10铁荣光派人干的，为什么要对一小姑娘下手？你问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查的。我怎么查呀？听职了，我查谁去？我还停职了呢，谁说停职就不能查了？你知道你为什么被停职吗？知道吗？这么说，你一直就不相信组织上对你的停职是真的？不相信。高健啊，龙山大桥的坍塌呀，人命关天，性质十分恶劣。这件事情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上级领导在看了我们关于廖昌平一案的
起诉汇报和庭审专报以后啊，也认为龙山大桥坍塌这个事儿啊，存在着异常。可是到目前为止啊，他的作案动机究竟是什么，谁也弄不清楚。为了稳住铁荣光，把你们先放到暗处，还是先由公安动手，我们检察部门协助侦查，协助经侦、刑侦完善证据，彻底的查清楚铁荣光重建大桥的真正目的，看看他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是。这件事你先不要告诉傅小柔，你马立行、张道华仍然是暗地里配合。老虎啊，以为万事妥当了，殊不知这潮涨潮落，该见天日的，终究是要见天日的。好，我们遵从组织指挥，等老虎到那儿，以免追得紧，他们藏得深。大哥，这行不行啊你看着我这着急上火，你现在才告诉我，咱俩一头的，你瞒我干什么呀？瞒的就是你啊！为什么呀？我不瞒你，没准今天当着铁立面你就全说出来了。真有城府。我问你，铁荣光干了这么多事儿，铁力知道吗？你问我呢？嗯？马叔叔，看在铁力爸爸还给我输了血的份上，你以后能不能对我铁力爸爸好一点？他可是我最在乎的人。求你了。啊，张张，你先睡去吧，叔叔知道了。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上头要查账，希望铁董事长尽快的回笼资金。咱俩的合约签的不是很清楚吗？大桥建成以后，连本带息一起还。你突然让我还款，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心思啊？我哪敢呐！我们家有几条狗够你杀的。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找我干嘛？有什么事儿电话里不能说吗？你把眼镜摘了，先坐下。做什么呀？大桥那边很多急事儿等着我回去处理呢。就算我求你了，行吗？行啊，您是老板，您说了算。这才是好员工。这是我在新加坡华侨银行给你存的一张支票，500万美金。这是我在马来西亚给你买的一块地。这是我跟盛唐大象美术馆签的一份合约，里头所有的藏品都是我捐赠的。我还跟他们签了一个附件，就是要保证你一辈子有吃、有喝、有住的地方。
怎么了？在你眼里，我就这么不堪？我不傻，我能养活我自己。我不是怕你傻，我是怕你太过聪明了。这历史上，聪明的人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这老话不是说了吗？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谁能保证江东集团永远不倒？哎，他就是有一天倒了，你也不用太在意。有这些东西，有这些钱，也能够你好好生活了。我也对得起你了，也对得起你妈妈了。你今天怎么了？怎么跟交代后事一样？什么交代后事？我就是对你有点不太放心。您当然不放心。哎呀，这么多年，江东集团都是您一个人在管，而我呢，除了吃喝玩乐，我什么都不会。哈，我明白你的意思。从今天开始，大桥那边我不管了，您收回去，您自己盯着，行了吧？不是你这孩子怎么不好好聊天？你让我怎么聊天？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吗？行了，收起来吧。用不着。好，不管你要不要，反正我都把它存在新加坡的华侨银行里。随便你。不是你怎么跟我一个德行？你儿子。对，好，好。还有事儿吗？没事了。那我去玩了。去玩吧。谢谢。哟，怎么人儿今天都在啊？小韩啊，你怎么上班天天迟到啊？我哪有天天迟到？现在队长又不在，又没案子可以破，我还不如在家睡懒觉。马队就复职了。你别骗我了，马队复职了，我不知道。韩冰，哎，走开！安他！小柔，给，诈骗案公安完成补侦了，卷宗给你放这儿了。诈骗案，上次那个案子。是啊，你要仔细看，高处刚复职，对这个案子的进展应该不是很清楚，慢慢看，别着急。28名受害者，涉案金额400多万，嫌疑人拒绝交代案件细节。别以为我不在检察院，就不关心案件的进展。这起诈骗案，受害者都是社会弱势群体。今晚通宵也要看完，案情紧急，明天就要开会。能治病，他能治各种病，而且还说中了我好几个慢性病啊！我就相信他，太神了。他说我儿子女儿都有灾，然后说帮我做法不收报酬，让我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来，放在佛像下面，24小时再拿回去。我就相信了。到江东3中对面建新花园的假山旁，他叫我在那儿等他，等他。
我的钱没了，我被骗了，我的血汗钱，我这一辈子的血汗钱，民警同志，我这一辈子的血汗钱就这样没有了。谁呀？查水费的。来了。把脸转过来。叫什么？周辉，就是他，带走。这是一起以做法事为名，专门骗取老年人钱财的案子。被抓获人是主要嫌疑人张辉。把灯打开。根据公安机关移送的证据显示，犯罪嫌疑人张辉伙同几名老乡，在本市骗取了20多名老人，多以女性为主，涉案金额达400多万。像这种使用相同手段作案的案件，除了需要先确定是否还有受害人没有报案，最重要的也就是要先确定是否所有的案件都是犯罪嫌疑人所为，这样可以避免冤枉犯罪嫌疑人，也可以避免遗漏犯罪事实。尤其像这种诈骗案的案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所以一定要更加注意。对这种事实较多、手段同一的案件，我们检察机关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尽量找到所有的被害人，同时严把证据关，不能带着偏见去认定事实，这样才能做到不枉不纵。受害人有多少个？警方确定是22个，在我们审理过程中有6名前来报案，这是我整理出来的，您看一下。嫌疑人在逃的多少人？有3个，其中1个是他的妻子，另外1男1女应该是他的同乡。这28名被害人对张辉都有辨认吗？25名进行了辨认，有2人没有辨认出来，有3名声称自己已经不记得张辉长什么样了，所以就没有安排辨认。张辉的账户查了没有？查了，不过张辉并没有用自己的账户，而是用他妻子的账户，也就是其中1名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这几个月，张辉妻子的账户一直有大量的现金存入，存款人就是张辉。我也查了这28名被害人所陈述的内容，基本吻合，可以确定这28名被害人都是张辉所骗，所有的事实都可以认定。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就按公安认定的事实起诉，在法庭上走走程序就行了？当然不是，这是我的内心确定。起诉标准不是内心确定，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其他证据来证明被害人所陈述的是否属实。不错。那你跟我去一趟市局，你们2个继续核查相关证据啊。好。一共作案多少次？公安说多少次，就多少次呗。我现在问的是你。我也记不住，反正你们找到的被害人，我这都认呗。你在第1次，还有第2次被公安机关讯问的时候，一共交代了28起。那就是呗。每一次都用同一种方式吗？按那个定吧，我不想说。高叔，你不觉得这个人有点不太对劲儿吗？你看出什么了？他好像挺配合的，但好像又不怎么配合，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要认罪。是有点反常。那我问你啊，这个诈骗罪的作案人要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制裁？
根据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也结合我省的具体情况，诈骗数额在3000元以上10万元以内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诈骗金额在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内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行，你背得挺熟的。哎，我记着你们政法大学有过一篇论文叫《疑罪从无》，谁写的？我写的。你写的？我写的啊。哦，那你给我解释解释呗。可是我觉得疑罪从无的原则是为了最大限度的让无罪的人不受法律的追究，不是给那些有罪的人开脱的一种手段。哦，我知道了，那个诈骗犯他在打疑罪从无的主意啊。知道了就去忙吧，我这还有事儿呢。妈，喂，小柔回来了。哎呦，累了吧？快喝水，来。哎，怎么样？今天的案子怎么样啊？保密。哎呦，保什么密呀？你们这案子新闻都报道了，我那些朋友圈的老姐妹都在问我。也挺好，报出去了，省得让你们这些老年人，你那些老姐妹们上当受骗。放心好了，你妈我呀是绝对不会上当受骗的。我又没生你，我妈是个守财奴，我还不知道。我说你那些老姐妹呢？行，你妈是守财奴。哎，我跟你说点正经的啊，你到检察院上班也这么长时间了，到底你身边有没有合适你的年轻人啊？你又来啦！我这不是着急吗？你说你都老大不小的了，该考虑了。妈，我饿了，有没有吃的呀？跟你说正经的，我也正经的，工作1天了，你还不给我点饭吃？行，给你吃，给吃，给你炖了小米粥，包疗参，这么奢侈啊？当然了，你这天天的命案加班，昨晚就没回来，不回家又是忙工作，好不容易回来了，我还不好好给你补补啊？就我妈最好。快去吧，我去了，在锅里呢啊！哎，洗手啊！永不放弃。玩手机呢？陪爸喝一个，来。这个游戏叫什么呀？明天啊，龙山大桥动工有一个新闻发布会，你得参加呀。早晨9点，我跟你说话呢。干嘛呀？你看看，明天大桥重建动工有一个新闻发布会，你得出席一下。董事长，您忘了，我已经被辞退了。谁辞退你了？您啊。我什么时候说辞退你了？白天的时候，您忘了吗？你跟我说我要玩去了，我说你去吧，这就是辞退你吗？哎，您是董事长，您不能说话不算话啊。我现在已经被你辞退了，我不干了。别不干呐，
重建大桥这个项目，你不是一直在参与吗？我告诉你，你若想让我干什么，我都不会干了，除非你让我当董事长。这孩子，我在你心中不就是这样吗？我明天以什么身份去？富二代、败家子儿，还是纨绔子弟？你说。董事长，人都到齐了。铁力来了吗？小谢从手机关机了。欢迎大家来参加江东集团重建龙山大桥的战略发布会。新的龙山大桥建成以后，它将成为江东市的地标性的建筑。通车以后，市里和龙山村就会连接在一起。大家试想一下，如果交通解决了，桥梁解决了，出行解决了，我相信将来它的商业价值，大家心里头都是非常清楚的。新闻界的朋友有想提问的吗？铁董您好，请问龙山村的开发是否已经立项了呢？已经立项了，而且这个项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请问新大桥的营建和龙山村的开发还会与江东商业银行合作吗？好，请坐。这一次龙山大桥的重新建设，是我们江东集团的一次大手笔的动作。江东商业银行可能在资金上不能满足我们这次铁龙光这么大肆宣传大桥重建的计划，是在博取舆论的支持，更像是一次完美的危机公关。不管怎么样，纸里总是包不住火的。对，老板。铁荣光的发布会看了吗？看了，很得意。铁荣光这么做是脱轨了，他想甩掉我们独立运营，绝对不行。我叫你做的事儿，准备好了吗？您放心吧。遇到了一些事情，也包括我本人。现在我明确地告诉大家，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下一步，我们江东集团的工作重点是转移在大桥的重新建设上。使江东的老百姓能够早一点地走上一条安全舒适。喂，周勇，是时候报案了。铁董，什么事？尹大力的事儿没忘吧？哪位？周游啊。什么事？要点钱花。面都没见过，我怎么相信你啊？哼，我会让你相信的。好了，散了吧，各位，散了吧。刘董事长，各位请回吧，散了吧，散了吧。好了，散了吧，各位，散了吧。喂，你好，江东市公安局刑警队。
我找马队长。马队，什么事儿？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我要报案。这位同志，你要报案找谁都行，你说吧。找马立行接电话，我只信任马立行。邪性。什么事？马队，非说要找你。谁呀？不知道啊。我马立行，哪位？海角村花圃梨花带里有尸体。海角村？对，花圃梨花带。喂，队长，什么情况？小林，在。我锁定这个报案电话，看看他的具体位置在哪。是。哎，你说这会不会是恶作剧啊？不像，万一有呢？你们俩去一趟，海角村花圃梨花带，看看有没有尸体。是。从尸骨上看，有什么特殊发现吗？颅骨有明显敲击痕迹，像是被重物击打致死。用塑料包裹尸体，这里不是第案发现场。铁总，礼物收到了吧？现在你该相信我是周游了吧？啊？16年前，你杀死了尹大力，然后抛尸。现在呢？依然逍遥法外，还大发横财，了不起啊！说吧，要多少？爽快。铁总就是铁总啊！我这人不贪，200万现金，按我说的做。等一下，喂，你到哪儿了？还有5分钟就到萧山路口了。计划改变了，你上高架桥。高架桥？高架桥。哎，你站住！不是，干什么你？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干什么你？你把东西给我放下！什么事？给我放下！他在外面偷人。兄弟，有什么事咱们好好说。你先把棍子给我放下。我们家的事你少管。这个女人在外面偷人。马上停车！高架桥上怎么能停车呢？停车！停车！打我！快打死人！杀人了！先生，请冷静！站住！别拦住！别拦住！放开我！打死你！打死我！放开！放开！就是他打我老公！你胡说什么你？就是他打我！站起来！你们站起来！把钱给我扔下来！笑话！我没见到你的人，怎么会把钱给你呢？铁荣哥，你别忘了，现在是我掌握主动。把钱扔下去。让你的人走开。上车。谢谢啊，铁荣光，和你做生意很愉快啊。我们总要见个面吧，不然的话这件事会没完没了。
那要看我的心情。张律师，多少？铁力出事儿，出什么事？跟人打架。走了。这是和解协议书，在乙方签名。警察同志，签完我们俩可以走了。你也等一下，先等下，好吧？啊，这样，慢点。我要带你先抽个血，验验尿。抽什么血？验什么尿？他们怎么不签？这是必要的程序，谁也少不了，好吧？走。我送你去医院，仔细包扎一下。不用。那我送你回家。谢谢老安，不用管我了。马队，海角村花口绿化带尸体鉴定报告出来了，尸体严重腐烂，但奇怪的是，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密封的容器，里面斧子上的血痕由2种血液组成，已经提取了 DNA 样本，经过技术鉴定，可以确认，尸体是江东市栖霞区夏林镇的无业人员尹大力。尹大力是一个放高利贷的流氓，当年报的案是失踪，是个悬案。混合血液，那就是说2个人的血液。那另一个血液很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我们查过了，血液库和 DNA 数据库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血液和 DNA。需要相匹配的。马队，下关派出所刚刚处理完一件打架斗殴事件，按常规，我们对当事人提取了血液样本和 DNA 样本，居然和16年前谋杀案的凶手血液和 DNA 相吻合。打架的谁呀？江东集团董事长铁荣光的儿子铁力。铁力，让我看看。马队，队长，马立新，你有病啊！不就打个架吗？案也结了，钱也罚了，要干嘛？说我杀人，我杀谁了？我也希望你没杀人，可我没有证据证明你涉嫌参与了16年前尹大力被杀案。你脑子坏了？16年前我干嘛？你不知道啊？当然知道。16年前你退学了，混社会，具备作案能力，具备作案时间。少他妈在这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干什么？你在找我啊！你在袭击警务人员。带他录口供。是，走。马队，不好意思，我必须要问一下，你现在对铁力实施的是传唤、拘留还是羁押？是拘留。子杰、凯文上楼坐，拘留证5分钟后就送到。来吧。老队，16年前，这案子立案了吗？立案了。凯文，按照规定，我不能向你透露太多的案情资料。你要想了解情况，等铁力录完口供，到拘留所去询问他吧。我知道。我先打个电话。哎，子琪，坐。谢谢马队。马队，铁力杀人，你信吗？不信有什么办法？刑事案件不能靠主观印象来判断，是吧？
你这么笃定的拘留了铁力，说明你们手上的证据一定非常有力，是不是？是的。现在我们掌握的证据对铁力非常不利。铁力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回来？他是这2天回不来了。不就是把人打伤了吗？没问题，要多少钱？叫他们开。现在跟打架无关，也不是钱的事。那什么事？他们说，铁力涉嫌一件16年前的尹大利被杀案。这次打架，在公安局留了血样。我知道了。我一接到报案，就派人去了海角村，花捕猎花带，在这儿挖出了一具男性尸体。根据尸检和尸体的纤维检验，可以证明死者的死亡时间是16年前。从凶器上提取的混合血液和 DNA， 和犯罪嫌疑人铁力高度相似。铁力是怎么卷进这个案子的？这说来又巧了，在接到报案的前2天，铁力因为打架斗殴，在辖区派出所进行了常规的血液采样。这么巧？这就叫天网恢恢啊！要不然，16年前的悬案怎么能浮出水面呢？我推测，16年前在夏林镇一定发生过持械杀人案。为什么是推测？因为当年意大利的家属报案，报的是失踪，下落不明。当时报案的人是谁？一个叫周游的无业游民，已经锁定了身份，正在准备实施抓捕。除了 DNA 高度吻合以外，在铁力那儿有没有获得什么别的线索啊？铁力完全不配合。停。这是什么？这个是在尸体旁边发现一个完全封闭的铁桶，里面有大量氦气，带血的斧子就是从这里取出来的。里面有氦气，这很像一个 time capsule 时间胶囊。没错，时间胶囊。累了就休息一会儿，估计今天晚上得干通宵了。哦，我不累。这个男性 Y 染色体 DNA 是父传子的，因此 Y 染色体 DNA 的基因和姓氏基本一致。现在锁定铁力涉案，用的就是 Y 染色体的检测，所以客观地说，当年尹大利案件的嫌疑人，应该锁定的是铁氏家族的男性，而非铁力一人，对吗？也就是说，也有可能是铁荣光。当然有可能。凯文，你果然是个聪明人。我知道你会回来。铁力的事儿究竟怎么回事？你无需知道那么多。铁力是无辜的，你知道这些就足够了。您说铁力是无辜的，但是 DNA 的检测结果已经证明了这件杀人案肯定跟铁氏家族有关。我是不是应该关注这个案件，开始做刑事辩护的准备？这是200万的预付款。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辩护律师了。我不能让
让这件事把铁架给毁了。你找谁呀？公安局的。你去，站住！别动！站住！周勇，问你话呢，老实交代。我没什么可说的，警官，我冤枉，我真的冤枉。你是报案人吧？不是。周勇，别跟我耍小聪明。你不是报案人，我能找你吗？报了案，带着大量现金，这和一起杀人案有关。真的？我什么事都不知道。包庇故意杀人犯可是犯罪。我知道。我看你不知道。刑法第3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人，为其提供隐藏地点、财物，助其逃匿，并作伪证，就是包庇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记住了吗？警官，尹达利被杀跟我真的没关系。我什么时候告诉你尹达利被杀了？周勇，我再次警告你，我们的政策你要了解，老实交代，还有宽大处理的可能。是。你见到警方为什么要跑？我怕被人盯上。谁盯你？铁荣光。铁荣光为什么盯你？人是铁荣光杀的呀。 16年前，我杀过人，怕了？不敢为一个杀人犯做辩护律师？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凯文啊，我多问你一句，你是为了帮我，还是为了赚钱？法律给了人寻求辩护人替自己辩护的权利。作为律师，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护委托人的利益，是我的职业要求。传统的道德观念对委托人的行为是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管是谁犯了罪，不管委托人的行为是否正当，我的任务是找出法律的依据，提醒法官在举起法锤的时候有法可依，依法服人。当然，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我一直希望我的律所能够一炮而红，代理您的官司有这个可能性。实话。那么，董事长，咱们进入案情吧。我希望您能把所有的经过毫无隐瞒地告诉我。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老铁，
挺有兴致啊！李哥，怎么着？兄弟约你来，你还不放心呢，还带着人来？去，我跟我老铁兄弟聊聊。啊，走吧。这小子叫什么来着？周游。啊，对，跟我好几年了。我说老铁，把我约到这个鬼地方来，什么意思啊？兄弟送你个礼物，宝贝，等着啊。李哥，大富大贵，康熙年间的古董，欠我400多万，就拿这么一个破玩意糊弄我。我拿19万5买的，怎么能糊弄你？你放屁！你就是想蒙我，想不还钱。不是，这跟钱没关系。如果还，因为这次我共成款花猫。还你个头！别人的你都还了，你就是不还我的钱，你当我傻呀你啊？还不还钱？还不还？我问你还不还？真没有，钱没钱就拿命来还！我告诉你，你不还钱我就杀了你，我杀你全家，杀你儿子，杀你全家，死光光！还不还？还不还？整个事情的全部经过就是这样。您的意思是，尹大力拿刀威胁您，您是正当防卫，误杀了他？对。尸体怎么处理的？就近埋了。当时为什么没有主动投案自首？我不敢，因为当时我的事业正在上升期，我一进监狱就全毁了。从那以后，我就搬到了江东市，再也没有回去过。您觉得这一次可能是谁报的案呢？有可能是尹大力的马仔周游，他目击了整个过程。有可能。尸体是谁藏的？铁荣光。钱是怎么回事？铁荣光给我的封口费。16年前，铁荣光杀人，我是目击者。之后你去哪儿了？我去了外地。你和尹大力是什么关系？我是他小弟，尹大力对我有恩，我觉着他死的冤枉。尹大力在哪儿被杀的？在一汽车修理厂。把你看到的，老老实实都说出来。是。我要主动投案自首，不能让我儿子卷到这个事件中去。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赶紧救我儿子出来。钱不是问题。我知道了。再给你做点什么吃的，跟你妈做的还差多少？色香俱佳，深得精髓。我相信法律的公正性，这也是我送你上法学院的理由。
铁力打架，紧跟着周游就举报了藏尸地点，并且完好无损地把证据保。2015年4月份开始，被告人张辉在本市以供佛治病消灾为由，先后骗取陈淑荣等28名被害人钱款，共计人民币469万元。被告人张辉，你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有意见吗？有。你对哪些事实有异议？所有事实。我没有实施任何一起诈骗。我也没有任何犯罪行为。被告人，你在公安机关的供述都是事实吗？不属实。我被刑讯逼供了。肃静。公诉人接着提问。用什么方式刑讯逼供的？疲劳审讯。他们都是凌晨和深夜审讯的。每天都是凌晨和深夜？是的。被告人，根据你的庭前笔录记载，你第一次被讯问是晚上8点30分到10点30分，第二次被讯问是次日上午8点15分到11点15分，第三次被讯问是当天下午4点05分到5点30分。在这3次被讯问的中间，你在干嘛？我在。笔录上写的不对，我一直在讯问室被讯问。你的每一次讯问都有同步的录音录像，你什么时间进入讯问室，什么时间离开，都有声像记录。如果对庭前供述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公诉人可以播放这些视频文件，但前提是你要向法庭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你申请吗？不用了。那公诉人再问你，公安机关在讯问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行为？没有。但我说的也不是实话。为什么不说实话？我怕我不说有罪，他们会打我。也就是说，并没有刑讯逼供，是因为你自己害怕，不得不说自己有罪，对吗？对的。那你在第二次供述里一共交代了7起诈骗事实，这些是真实的吗？不是。都是公安让我这么说的，他们说一遍，让我跟着说。但这7起的诈骗事实中，有3起当时还没有报案，公安机关是根据你供述的内容才找到的被害人。公安人员当时连人都没有见过，怎么可能说出被骗的事实呢？本公诉人在审查起诉过程当中也问过你，你有印象吗？有。那我有没有对你刑讯逼供，或者不让你休息，或者不给你饮食？没有。
你在我讯问的时候，也承认了28个人都被你骗了，这是真的吗？不是。那为什么骗我？我怕你再把案件退回到公安手中，那样他们还是会刑讯我。什么叫我再把案件退回到公安手中？检察院不是有2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机会吗？如果我否认有罪，你会把我退回去，我就又落到公安手中了。那你记得这个案件被退回去了几次？2次。好，第2次退补回来后，我又去见过你，记得吗？是的。你对法律掌握的这么熟悉，应该知道此时我已经不能再退补了。按你的逻辑，你不会再回到公安手中了。那就在那一次，你仍然自己说有罪，为什么？被告人，法庭是神圣的，法律会保障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但绝不会给你推卸责任的机会。公诉人能把你起诉到法庭，那就说明司法机关认定犯罪并不是以你是否承认为前提的。没有被告人供述，其他证据确实充分的，就应当认定有罪。所以你在法庭上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对之后的刑罚都会产生影响。究竟应该以何种态度来对待今天的庭审？我希望你好好想清楚。我跟王说的是假话，事实是，我根本没有骗钱。肃静。他竟然翻供了。对，很正常。你是知道他会翻供，所以才把之前讯问的时间都记下来了。是啊，不记下来就要翻卷找，那样给人感觉准备不足。犯罪嫌疑人当庭翻供，无非就是想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嘛。之前他坐过牢，对这次的量刑定罪做过功课。翻供的目的就是想证据不足，为自己求得轻判。那我们检察官是干嘛的？我们就是要对抗这种行为。我们的第一职责就是要维护法律的公正，对吧？接下来，被告人还要对证据进行质疑。真想不出来他会质疑什么。何处？没来晚吧？没有，正好休息等一会儿吧。好，我在这等着。好的。请公诉人继续出示证据。现在向法庭播放被害人张连珠的陈述录像。他说我儿子女儿都有灾，然后说帮我做法，让我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来，到江东3中对面建新花园的假山旁。他叫我在那儿等他，我一辈子的血汗钱就这样没有了。被告人对刚才公诉人播放的被害人的陈述录像有意见吗？有。他说的根本不是事实。哪里不属实？全都不属实。最明显的一点，江东3中对面的街心公园，我去过，那根本就没有假山。公诉人对被告人的意见有异议吗？公诉人申请侦查人员韩冰到庭作证，证明案发现场的情况。传证人韩冰到场。请证人就座。请公诉人向证人发问。韩警官，本案有28起犯罪事实，
请问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有没有对犯罪现场进行勘验？正常来讲，诈骗犯罪，我们一般不去勘验现场。但是我们队长马立行特别要求，我们一定要去现场调查取证。那您有没有去过本案的现场？是的，我去过一部分。去那边飞啊。喂，马队，根据被害人说的一样，这儿确实有假山。好，我知道了，你放心吧。嗯。被告人，还需要把照片拿给你看看吗？不用。厉害啊，是认真。那天尹大力来找我，向我要呢400万的高利贷贷款。当时我手里确实是没有钱，我说你再容我2天。他突然就发火了，拿出一把刀就要杀我。我也是没办法，我才把桌子上的斧头拿起来，砍伤了他。桌子上的斧子，什么样的斧子？一把黄铜的斧子。哪儿来的？我送给他的礼物。哦，你送给他的斧子，对，正好用来砍伤了他。对，因为当时他要杀我嘛，我也是被逼无奈。这不正当防卫吗？这就是今天你要找我们的原因。你觉得这就是你无罪的理由，是吗？对。正当防卫呢是一种法律判断，它本身就需要事实和证据来支撑。这个我知道。我不是被告吗？我觉得我无需为自己提供无罪的证据。嗯。